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打你电话又不接，我就问了小白，小白说你在这儿。删10万字的事儿你就别想了，就给了这么点羞辱人的保底硬说，还想让我们的大胖儿子减肥，真是做梦吧。你先别生气嘛，身为编辑，我只是给你建议，具体要删哪儿、怎么删，还是您自己做主。还不错啊。谢谢老师夸奖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是不是多的有点太触目惊心了？这儿一整张都被打成了大红叉，哇，力透纸背，有些地方甚至还被划破了。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包含有情绪的大红叉。怎么是我写的东西太难看，让您很生气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情节前后出现了2次，我觉得怎么着至少删掉1次吧。不懂创作规律就不要乱说话，我所有的安排都是有我的原因的。除了有大红叉，你在这儿画了个打哈欠的小人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写的东西太无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这一章的时候体力有些不支，太累了。我写的东西让你看睡着了？没有，我没有睡着。如果我们不消减一些内容的话，这2本书就会做得太厚，太厚的话，价格势必就会往上调，到时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消费购买力哦。这我倒是没想到啊。继续说。多出来10万字的话，一页纸正反2面都印500字，那就会多出100页，价格要调个10块钱左右。我们都想把这本书卖好，到最后能不能有所取舍？不愧是学金融的，钱上面算得挺快。我一定会学以致用，势必把这本书做好。对了，编校我已经寄了一份去你家里，你只要把想删除的地方做上标记就行了。但是作为编辑呢，还是个门外汉。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。迎合读者就是作家走向坟墓的第1步。我真是进了出版界才知道，做编辑和做班主任差不多。当着家长的面教育他养出来的孩子，分分钟要被大巴掌甩脸。尤其是遇上某位不讲理的作者，根本话都说不通。某位作者是在说周川吗？可不是，我现在抱着他的新书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深夜时，恨不得爱怜地抚摸着那厚厚的打印稿子，安抚鼓励孩子别怕，减肥，你就能大卖。岂有此理！坚决不删！删！我倒要看看你让我删些什么东西。给周川老师编校1本书，我竟然老了10岁。
喂，亲爱的周传老师，你看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？我建议删除的章节真的是……删了！写着我意见的邮件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谢谢亲爱的周传老师，您真的是明察秋毫，英明神武。喂，喂。